每日更新最新短剧，感谢订阅。男人本来正在后车，可下一秒却不慎跌落铁轨之上。围观者不仅无人上前施救，竟还拿出手机想要拍下来。突然，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头毫不犹豫地跳下了站台，可要扶起一个成年的男子，他却有些许的吃力。还好在大伙的帮助下，男子终于成功获救了。可奇怪的是，老头不仅不着急上来，反而走向了铁轨的最中央。直到他转头瞥见站台上一名小男孩的身影，他犹豫了，终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与死神擦肩而过。只因他不想给小男孩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而这也并非他第一次自寻短见了。原来在6个月前，他的妻子因疾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孤苦伶仃的他，独自苟活于世。他无法接受妻子的骤然离开，只好每日拼命的工作，想以此来麻痹自己。可偏偏天不随人愿，就在欧维59岁这天，他却被工厂以年龄过大为由，将他从拼搏了43年的岗位辞退。从此以后，欧维感到人生再也没有了盼头，于是一个隐秘的计划在他的脑海油然而生。他先是买上了一束鲜花，接着来到了妻子的墓前，他轻轻地拂去了墓碑上残留的灰尘，仿佛在抚摸着妻子的秀发一般。此刻，他毅然决定要追随妻子而去。回到家后，欧维惬意地吹着口哨，并打上了领带，再穿上了妻子生前最爱的西装，接着给自己涂抹得香香的。他希望再一次见到妻子时，他依旧是那个无比帅气的自己。随后，他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凳子，再将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之上，接着缓慢地闭上了双眼。可就在这时，窗外却传来了汽车的嘈杂声，而社区早已明文规定禁止车辆入内，这顿时使欧维涌起了一股无名的业火。他随即来到了汽车的跟前，愤懑地一把拦住了车子，并满含怒气地警告他们赶紧开车离开这里。原来他们是新搬来的邻居夫妇，并不懂这里的规矩。就当他们要倒车离开时，却又不慎撞坏了欧维的信箱。无奈之下，欧维只好亲自上车，虽然嘴上愤愤不平，但还是帮他们停好了车子。回到家后，欧维准备继续了结自己，可正准备套上绳索时，邻居家的小孩却突然出现在窗前。为避免给小孩留下阴影，于是他只好立即取下了绳索。就这样，2次轻生都以失败告终。直到第2天天亮，他先是观察了周围已无人打扰，再拉下了窗帘，以为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还是昨日那个凳子，亦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可他刚想踢开凳子时，一阵阵急促的门铃声却又响起。被再次打扰的欧维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这次他不打算放过扰他亲近之人。可当他怒气冲冲地打开房门时，却发现是邻居家的2个小孩子。他只好再次收起自己的暴脾气。原来是邻居为了感谢帮忙倒车，特意做了好吃的前来感谢他，并想要借用一下欧维的梯子。而让邻居没想到的是，欧维竟贴心地拿出了一份使用说明。而这个看似奇怪且不易接近的欧维，实则是一个内心柔软并善良的小老头。可他也有一个无法触碰的底线，那就是谈论他逝去的妻子。对于欧维来说，妻子的离世无疑是他无法抹去的伤痛，而每一次的提及都仿佛使他本就破碎的心再加剧的痛上一次。而每到此刻，他的思念便愈发的浓烈，可他却只能从妻子的衣物中寻觅一丝那仅存的熟悉味道。此刻他仿佛看到了妻子的身影，妻子那熟悉的面庞好像从不曾离去。可这终究只是一场幻想，而回归现实，他想要追随妻子的心变得更加迫切。于是第4次轻生，他毫不犹豫地踢倒凳子。而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在欧维5岁时，母亲就因意外离开了人世，只图留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可父亲总是那口少言，这也使2人的关系变得十分拘谨。只有说起关于汽车的事，父亲才会开始侃侃而谈，欧维也会耐心地倾听。可除此之外，父亲总是沉默不语，也不曾表达过任何的爱意。直到这天，放学后的欧维如往常般来到铁路上寻找父亲。火车与欧维擦肩而过，这是父亲第一次将他紧紧搂入怀里，也是欧维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爱。他贪婪地感受着父亲温暖的怀抱，久久不愿下来，一直到晚上，一直到睡着。而欧维也十分懂事，每次放学后都会前来帮助父亲打扫车厢。他却无意间发现了乘客遗落的钱包，里面还有一沓沓的钞票。可不料却被父亲的同事发现，他想要抢走这个钱包，本以为即将获得一顿狠揍，没想到父亲竟在此刻出现。父亲将钱包交由了欧维自行处理，而欧维也没有辜负期望，并将钱包交到了铁路的失物招领处。父亲十分欣慰儿子的表现，可他也告诉欧维，在善良的同时，也需要用力量来保护自己。时间转瞬即逝，一眨眼，欧维已成长为一个大小伙了。他交给父亲一份成绩单，待到打开一看，
父亲笑了，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考取了国内最好的大学。父亲的眼中闪烁着无比骄傲的光芒，心中也满是欣喜。他要将这份喜悦分享给所有的同事，可原本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上天却再次给他开了一个玩笑。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至此以后，他便成为了没有父母的孩子。往后他没有再去求学，而是顶替了父亲生前的岗位。可没有了父亲的维护，他还是受到了同事们的排挤与欺负，并抢走了父亲留给他唯一的手表。此刻，他想起了父亲的话：善良的同时，也需要用力量来保护自己。然而不幸的事也总是接二连三。不久后，开发商突然找上了欧维，他们以房子处于开发区并过于破旧为由，想要将他唯一的房屋给拆除。可他哪里舍得？于是他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并将房子彻底的翻新了一遍。等到开发商再次赶来时，原本破旧的房屋已然改头换面，焕然一新了。于是这次开发商也无话可说了。可厄运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就在这天晚上，邻居家的房屋不慎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可围观者却无一人前去营救，只有欧维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并成功地将邻居从火海中解救了出来。可让欧维始料未及的是，自己家的房屋竟也突然莫名其妙地燃烧了起来。他焦急恐慌地祈求消防员赶紧灭火，而就在此时，开发商却意外地出现在了这里。而面对开发商强大的势力，欧维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自己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儿而已。于是欧维唯一的房屋就这样被大火给毁于一旦。而令他唯一欣慰的是，父亲的手表并未因此而损坏。从此以后，他工作的火车变成了他唯一的容身之所。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使他遇到了生命中最刻骨铭心之人。第二天睁开眼，一双红色高跟鞋竟呈现在眼前。火车已然出发了，可就在这时，售票员却突击查票，可他此时却口袋空空。幸而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士帮他垫付了费用。因此欧维十分感激，而他们的命运也由此交织在了一起。下车后，他依旧沉浸在两人相识的际遇中，喜不自胜。他发誓一定要还上女孩的恩情，于是他每天都会乘坐这班最早的火车。可接连搭乘了几个礼拜，却依旧未见女孩的身影。直到迎来第5个礼拜时，他终于如愿地找到了女孩。Brukar du åka det tåget? Ja, jag ligger i lumpen. Du ska få tillbaka dina pengar. Är det inte trevligare om du bjuder mig på middag? Ja, okej. 晚上，他们如约来到餐厅，可奇怪的是，欧维只喝汤，却一口饭也不曾吃。Du har nästan inte ätit någonting. Nej, jag åt hemma. Varför åt du hemma? Så att du skulle kunna beställa vad du ville. Jag ljuger för dig. Jag ligger inte i lumpen. Jag städar tåg och mitt hus har brunnit ner. Och nu ska jag gå. 原来他只够1人的饭钱，但他却留给了女孩。女孩被欧维的真诚所打动，两人也就此坠入了爱河。直到2年后，欧维成功的考上了工程师，他终于可以给女孩安稳的生活了。于是这一天，他主动的向桑雅求了婚。Vill du gifta dig med mig? 而当记忆流转到此刻时，现实中欧维的绳索却突然断裂。这一次自我了结依旧没有成功。随后他来到了妻子的墓前，述说着这些失败的经历。接着他将报纸铺在地上，然后躺在了妻子的墓旁。他想要离妻子更近一些，好似只有这样，他的内心才能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即便选择了将要离开人世，可他也依旧有着自己的执着。欧维不仅每日会自发性的在社区内巡逻，他无法接受人们随意的乱停乱放以及乱扔垃圾的现象出现。就算是垃圾，也必须按照规定严格的分类，就连大门也得时刻保持关闭，而车辆也不允许随意驶入社区。一旦有人违反规定，都会遭到他狠狠的一通斥责。因此，社区里的人们都不喜欢这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只因他曾担任过社区的管理职责。即便早已换人，可这个习惯却一直延续至今。接着他来到了邻居家，只是想要拿回借出去的胶水管，可却顺便帮邻居修好了暖气片。只因邻居中风瘫痪的丈夫曾是他最好的兄弟，趁着邻居不在跟前，他赶紧与好兄弟做了告别。Tänker nämligen försvinna härifrån, ja. För alltid. Nu är det jag som ska till Sonja. Tänkte du skulle bli glad över att få veta det. 本以为他会听不懂，
可让欧维没想到的是，在他临走前，好兄弟却用手指勾住了水管，好似在劝他不要做傻事。可欧维已然下定了决心。随后他来到了自己的车库，将水管的一头插在了汽车尾气之上，另一头则放进了车里。接着他用胶带封好了窗户的缝隙，再将自己关进了密闭的车内，并整理好仪容，接着启动了车子。第5次轻生，他要用汽车尾气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随着烟雾的弥漫，他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可不一会，却又被门外传来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邻居凯莉，她的丈夫不幸摔倒，她希望欧维可以帮忙开车送往医院。欧维虽然嘴上十分嫌弃，但行动却万分的诚实。原本以为只是当一下司机，却没想到凯莉为了照顾丈夫，竟将2个小孩临时托付给了他。于是为了陪伴好2个孩子，她只好发挥搞笑的语言天赋，给孩子们讲起了有趣的童话故事，逗得孩子们开心不已。而在照顾孩子们的同时，她不仅帮邻居打扫好了卫生，并且还修好了洗碗机。渐渐的，孩子们也爱上了这个奇怪的老头，而孩子们的天真可爱也打动了欧维早已尘封的心。只是碍于面子，他并未将这一面展露在人前。而第6次轻生，他选择了无人相识的火车站，这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只是怕给小男孩留下阴影，于是他便再次放弃了轻生。回去的路上，凯莉拿着一幅画跑了出来，原来是为了感激欧维的陪伴。凯莉的2个小孩画了一幅画送给他，而那个彩色的人便是欧维。在孩子们的眼里，欧维就是那个七彩斑斓并善良可爱的老爷爷。就在这时，附近突然传来一声猫的叫声。等到他们找到猫咪时，才发现猫咪已然受了伤，而谁来收养这只猫咪便是此时最大的问题。凯莉一家对猫猫过敏，因此收养猫咪的任务便落在了欧维的头上。从此以后，空空荡荡的房子里便多了一个小家伙的陪伴。可多了这么一个拖油瓶，而他轻生的计划便只得往后拖延。Det är inte så lätt att ta livet av sig som man tror. Men så har hon flyttat in också. 欧维无奈地向妻子保证，等到给猫咪找好了新家，他便会立刻与妻子团圆。这天，邻居凯莉突然找到了欧维，他总是会给欧维带上一些好吃的，并且希望欧维可以教自己开车。这一次，欧维没有拒绝，他担心上次那种情况再次出现，也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以后，凯莉一家也可以好好的生活。可从未开过车的凯莉却因太过紧张，总是频繁的出错，可后车又不停地按喇叭催促，这让凯莉的情绪顿时崩溃。Har aldrig varit nybörjare du va? Ser du inte skylten? Alltså ta det lite lugnt gubben. Nej din satans pähund. Jag är gubbens stora. En gång till så är det sista du gör. Begrips? Begrips? 第2天，他照常在车库等待，准备教凯莉练车，可却遇上了一名记者。原来他得知了欧维在火车站救人的故事，于是想要出一篇关于无名英雄的专栏。可欧维不愿让别人得知自己轻生的秘密，奈何记者死缠烂打。于是无奈之下，他将记者关进了车库。还好凯莉及时赶来，才将其放了出来。Ja vadå, jag låste det. Förstår vilken idiot som helst hur man öppnar den där inifrån. 凯莉被欧维这幼稚的行为逗得开怀大笑，合不拢嘴。趁着欧维沉浸在喜悦中时，凯莉劝解欧维应该将妻子的物品全部收起来，并开始好好的生活。可这一提议却成功的激怒了欧维。Tyst! Skrik inte! Hur mer alla idioter babblar om henne. Nu kommer deras förbannade oljud dränka det lilla minnet av hennes röst som jag har kvar. Det fanns inget före Sonja. Och det finns inget efter heller. 突然这时，一辆汽车违反规定驶入社区，他用自己的身体逼停了车辆。原来是飞扬跋扈的白胡子，他早就对欧维有了意见，也偷偷的了解了欧维的一切。Vad är det med dig egentligen, Ove? Du är rättshaverist i kommunens arkiv. Dina brev till myndigheter och hennes olycka och du skyller på allt och alla för den. Tänk om det bara var att du inte räckte till. Du måste vara rädd om det där hjärtat, Ove. Vet du om mitt hjärta? Kör! 而白胡子这一番操作也成功的激怒了欧维，妻子是他绝不可以提起的伤痛。他怒气冲冲的回到房间，可他依旧气不过小胡子的话，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推下了万丈悬崖，也吞噬了他片刻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到了晚上，他拿出了猎枪，并将猫咪放到了卧室，再用塑料将房屋全部隔离起来，以免血迹溅到房间，别人不好打扫。接着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可就在准备扣动扳机的前一刻，门铃却再次响了起来。他愤怒地冲出房屋，却发现是2个离家出走的年轻人想要在此暂居。他原本还想轰走， Sonja hjälpte alltid andra.
可听到是妻子的学生，他还是同意了。第二天起床，欧维突然发现学生竟为他做好了早餐，而他已好久不曾好好的吃上一顿饭了。吃过早餐之后，他们自发地陪着欧维一同巡逻。原本一个人的事，现在却变成了3个人，而连欧维自己都没有发现，他好像不再是孤独的一人了。接着从邻居大胖的口中得知，那个嚣张的白胡子竟一直在打瘫痪已久的好兄弟的主意，他想将瘫痪的兄弟送入医疗机构，并从中谋取巨额暴利。可好兄弟的妻子为了不给欧维增加负担，于是并没有将此事告诉他。而此刻得知实情的欧维却顿时感到悔恨不已，他来到了妻子的墓前，向妻子忏悔了自己的过错，因为一时的疏忽，竟没有发现好兄弟此时的处境。于是他暂时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因为他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Jag vet ju hur du brukar jaga upp det när jag bråkar. Men den här gången tror jag du håller med mig. 随后他急忙找到了好兄弟的妻子，并要到了打官司所需的全部文件。他要将小胡子告到法庭，尽管他已上诉了无数次，可结果却依旧不尽如意。就在欧维苦恼自己束手无策时，凯莉却告诉他，他不应该独自承受这一切，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就如同妻子的离开，他无法独自承受悲痛一样。此刻他也终于敞开了心扉，说出了妻子为何而离开。原来他们结婚不久后，妻子就如愿地怀上了宝宝，他们会一起出门旅游，会一起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幸福地过下去，可直到他们返程的那天，车辆却不幸地发生了意外。而在洗手间的欧维侥幸地逃过了一劫，可妻子却被困在了大巴车之内。而这次的事故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肚子里的宝宝，桑雅也永远地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妻子的双腿因此严重受伤，此生都只能在轮椅中度过。回家之后，欧维清除了所有会阻挡妻子的障碍物，并且将家里的台面都调整到了适合妻子的高度，而妻子也没有因此而颓废，她更加刻苦努力的学习，最终成功的拿到了教师资格证。可因为双腿的残疾和没有残疾人通道，学校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老师。欧维建议学校建立一个残疾人的专属通道，可却并未得到回应，这让欧维十分苦恼。可妻子却说 Antingen dör vi, eller så lever vi. 这使欧维更加坚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助妻子完成她的梦想。他连夜去到学校，并顶着冰冷的雨水，创造了一条专属于妻子的残疾人通道。而学校也因此被欧维的诚心所打动。桑雅也终于如愿地成为了一名教师。她虽然没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她却教出了千千万万的学生。这也是欧维最引以为傲的地方。直到妻子6个月前离世，他才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好在现在他已不再孤独。第二天，白胡子再次登门，想要试图强制带走欧维瘫痪的兄弟，却不料大家早已恭候多时。女记者查到了白胡子的种种罪证，包括他曾经的贪污往事。白胡子瞬间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而欧维也不再是独自的一人，他拥有了更多的羁绊。不久后，凯莉顺利地诞下了第3个小孩，欧维也翻出了原本为自己孩子制作的婴儿床。此刻这个小床终于派上了用场。可有人出生，就会有人离去。几个月后，凯莉发现欧维迟迟不见出门巡逻，他们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等到他们赶来查看时，欧维已然闭上了双眼。不过这一次他并非选择轻生，而是安详的老去。临走前他留下了一封遗言，他希望在教堂举办自己的告别仪式。原本以为会异常的冷清，而欧维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告别仪式来送他的人竟坐满了整个教堂。他们多多少少都曾受到过欧维的恩惠，而欧维的一生满是沧桑与坎坷。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皆是灰色，直到遇见了妻子，点亮了他非黑即白的生活，也让他的人生多了一抹色彩。可妻子的离世却使他的人生再次失去了颜色。他古板固执，并坚守每一个条条框框。他不会对任何一个人另眼相待，可他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而他每一次被打断的自寻短见，仿佛都在告诉这个世界，生命从来都不该被浪费。而我们能做的是如何过好这一生，直到生命徐徐而止，迎来最盛大的离别。故事的最后，一束慵懒的阳光照进车厢，欧维在车厢内朦胧地睁开眼，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双红色的高跟鞋。这是他与妻子第一次初见，也是他与妻子最后一次重逢。我离开以后，得到的会是什么？